大家好，我是鲁夫，我是一个陆配。去年开始来到台湾生活，这1年多的生活里边呢，对台湾的很多的事情都觉得非常的有趣，想跟大家分享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我的观点是如何，请关注我们的频道吧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呢，我是想来讲一下台湾的银行给我的印象。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因为我周一的时候去永丰银行办一些业务，哇！一去银行看到小小的永丰银行，真的把我吓到。这完全不是大陆银行的那种规格，就是我去的那家台湾的银行，小小的，你想象不到，只有一个店面。在大陆的话，那些银行都做得很大，起码2个店面或者更大。只要你走在路上，老远你就能够看到，哦，那个是银行，会让你知道它很厉害、很大。但是看那个小小的永丰银行，就是你要走到很近你才知道。那一开始我还会去找，这永丰银行究竟在哪里？这样子，就是因为它比较小。那么小是它的特点。另外呢，进去之后，说真的，这个永丰银行里面的装潢呢，就有点老，有点旧。这在大陆的银行也完全不是这个样子。大陆的银行经常会翻新装修，里面都是很新很漂亮的。但是这些都不是关键，最关键的是什么？我看到银行里边那些柜台啊，居然是没有防弹玻璃，你知道吗？也没有铁栏杆。哇塞！那如果人家进来抢劫，岂不是很方便？那在我们大陆就不是了，全部都有这个防弹的玻璃，就是你一看就知道它是跟你隔着很远的距离，然后再通过一个麦克风来跟你讲话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是不是因为台湾的治安非常好，没有抢劫银行？所以他敢这样子去做呢？因为从我的角度上面来看，哇，真的会有这个安全的漏洞。那你们银行敢这样子做，意味着台湾的治安真的很好吧？应该没有听过持枪抢银行这个事吧，老婆？很少，很少，对吧？但其实这我就更加有些奇怪，因为我也听说台湾的这个黑帮是很有名，然后那些持枪的案件、伤人的案件，在那个新闻他也会有所报道。但为什么没有人拿枪去抢银行呢？这也是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了。但是呢，从你们这里银行里边没有防弹玻璃，我觉得从一个方面也说明了你们的治安情况是很好吧，那是要值得肯定的哈。好，然后呢进去办业务嘛，办业务的话，哇塞，就更加体会到与大陆银行的不同。在大陆银行里，你去办事会让你很恼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里的工作人员呢，很少会主动去帮助你，因为大陆人很多，排队排很久，到了柜台，然后才告诉你啊，你缺了什么东西，缺了什么东西，你要回去再拿，我就把你气死了，真的是。但是呢，永丰银行啊，真的要赞一下他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就很 nice， 很为客户着想啊。就是我去办业务的时候，他还会很贴心的告诉你怎样子去做，能够拿到更多的利息，这样子。这就让我觉得，这银行虽然小小的，看起来好像破破的，就是硬件上面好像不是很好，但是软件上面，它的人员啊、服务啊都是很好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。再对比起来，我们大陆的银行除了刚才所说啊，外表很大啊，经常翻新啊，这些硬件它是做得很好，但是里边的人员啊，里边的服务其实真的做得很烂。那为什么会做得很烂？最主要是他们都是国有银行啊，在大陆大部分都是国有银行，因为是国有银行，所以呢，他们都有同一个爹，是国家嘛。那这些国有银行，他们其实做的服务都差不多，都是一样的烂，因为你存钱。你除了去这些国有银行，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。如果你去其他的话，很容易变成非法集资哦。非法集资的发起人是要枪毙的哦。曾经有一个案件，非法集资吸引民众的存款，结果就枪毙了。但是民众没有选择，你存钱你就只有去这些国有银行，然后中国人又那么多，他们根本不缺客户。所以他们态度就很差了。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不爽的地方，就是在大陆的银行里边，因为你等的时间很长嘛，你排队要排很久嘛，那就会有很多的业务员来游说你去买他们的理财产品。我不知道台湾银行是不是这样子，可能也会有游说吧，但是不会那么哈笑，也不会怎么样子去欺骗你吧。
那我看到大陆银行里边的那些业务员，经常看到他们就是跟那些老人家说他们买理财产品，因为理财产品肯定比银行的利息要高嘛，这都没问题。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他们会说这些理财产品是银行发售的，然后有国有银行这么庞大的资本来做保障，肯定没有问题。很多老人家就信了去买，其实根本就不是他们在撒谎，只是银行代理，不是银行他自己发行的，他只是其他的金融公司拿他们的产品来代售，懂我意思吗？根本很多都是一些诈骗的项目，会爆雷的项目。当这些人买了之后，真的要爆雷，再来找银行，银行就会跟你说投资有风险，这不是我们银行的产品，我们银行不负责，他们只是在我们这里代售。结果很多人就这样子被坑了，就是特别看到是那些老人家，真的把他们一生积蓄这样子坑完的话，真的是会很惨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就是他们赚钱是没有什么专业操守，就是他们的业绩的压力，然后被迫要这样子去做。他们不做的话，达不到业绩，他们可能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这样子。那另外我想说的就是大陆的银行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就是开门之前就会有很多的老人家在排队，在台湾应该没有吧？对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就是那些老人家他们上了年纪之后，那些柜员机他们不会用的，所以他们取点小钱啊，存点小钱啊，他们也是要去柜台办，这就导致呢，在大陆的银行办事呢，你要等很久。然后那些老人家到了柜台，很多时候讲话有点慢，思维有点慢，所以整个交易的过程都有点慢，导致你去办业务，你都会要等很久。这就是我不太喜欢去银行的缘故。那么我以前也跟你们分享过，就是在大陆有一些地方我是很不想去的。第一个，政府机关里面的官老爷态度很差，那个鼻孔都长在头顶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警察局。警察局的话呢，他们就是尽量的把你推掉。我以后再跟你们聊在大陆警察局的事情，是我的真实的经历。他是想办法把你们给劝掉，他就不用干事。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医院，医院的话人又很多，挂号也难，排队也久，然后等看诊又等很久，最后还要花很多的钱。所以去一次医院，你本来身体就不好了，然后在那里等，精神消耗，花费又很多，就是身体、精神、钱包三重打击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法院，我们大陆的法院是一个和稀泥的地方，各打50大板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银行，去大陆的银行呢，其实也是很不太好的一个经历吧。虽然他们很漂亮，在里边的空调都很猛，但是服务啊就是不好。这就是我对台湾银行的一个看法。虽然小，虽然老旧，但是里面的服务很好，然后也很安全，没有防弹玻璃。介绍一下我的朋友送给我的很特别的食品，我们打开来看一下。我就是上周去帮小孩的新兴国的一个科学方面的教学，然后他们就送给了我这个。好，大家来看一下。哇塞，我的朋友送给我的是蛋，他是嫌我没有蛋的，没有蛋的不是我，是我们新领养的小猫。它呢是只公猫，但是呢很快要做这个阉割的手术，从此以后它就没有蛋。我之前发起过一个投票，就是要给它起什么名字，其中一个是卤蛋，但后来想一下，阉割了之后就变成没有蛋，卤蛋没有蛋，这样子也蛮怪的。最后就是我老婆取了她喜欢的名字叫卢米，卢米。不过它是一只公猫，这个卢米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像是一只母猫？但最后它都是变成一只猫公公，没有蛋。好，现在这个蛋能咬吗？不行，它是塑胶做的。好，我们打开它看一下。天哪，它好像是一个食品哦。我开吃了。原来是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凤梨酥哎，它做在蛋里面，好特别，很好吃啊，就好像牛肉面一样。基本上在台湾你吃不到做的失败的牛肉面，凤梨酥也是一样，很难找到做的难吃的凤梨酥。感谢我的这位朋友，但是呢，我也不是为他们做业配啊，因为他也没有给我钱啊。好，只是感谢一下他，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蛋，吃完你还可以保存它的蛋壳，但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以后再讲吧。最后呢，我想再补充说明一下，免得给很多人喷我啊，现在都很多喷子喷我了。
其实呢，台湾也是有很多的银行，门面很大，服务也很好。之所以会提永丰银行，主要是自己去了有感而发，并非说所有的银行都又小又旧，只是这个环境呢，这个永丰的银行会让我想到台湾经常被人笑又小又破烂，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、不认识，原来这块宝岛所隐藏的美丽的宝藏，就是人性的温度和彼此互信的心。大家一定要坚持啊！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哦，喜欢的朋友请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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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